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10月28号到11月3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淘宝天猫双11晚会停办。淘宝天猫的双11晚会不再举办可能不再举办。过去双11晚会由天猫、淘宝等多家官媒合作，成为中国双11的指标性活动。但现在许多商家选择退赛就不玩了，象征双11的影响力正在大幅衰退。第二，Temu 是伪装成电商的中国间谍软体来了华府智库最新的报告指出，拼多多旗下的 Temu 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并可能用于间谍行为。那这个也让我联想到了 TikTok， 那现在也是在美国被封杀嘛，但是就封不了这样，因为发出报告的是美国的权威机构，我相信可信度是超过80%以上的。第三，嘉宁路邪教异色档案揭真相重量级，反正就是一个那个 YouTube 频道然后蛮有名，人数很多这样。分手后开了一个新的频道，叫蜜月期秘密的蜜月期 POPOO 那让网友怀疑他加入了邪教。那另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异色档案则表示嘉宁参与的是心灵成长课程，不是邪教而我认为这些网红和 KOL 会去上这种心灵成长课程，其实跟老一辈的企业家喜欢找风水师一样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变得更好。其实他们起心动念都不差对吧？都不是什么坏事啊。你说我加入了邪教，谁会奔着一个邪教去加入都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嘛就是这样。也希望嘉宁能够慢慢的调整好自己，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给大家。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Tony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在电商领域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会挑出3个我觉得重要的新闻，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的是10月28号到11月3号所发生的电商新闻。来，第一个新闻，淘宝天猫双11晚会停办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据传淘宝天猫双11晚会将不再举办。我拍影片的当下它还没有官方证实，但是应该不是完全取消，而是说不会像以前那么轰轰烈烈。那个线上你 App 打开双11会场还是有的但不会是什么歌手怎样，然后这样每个我印象中最恐怖的是15分钟公布一次营业额，然后那边移来移去这样现在应该不会再搞这个，因为中国政府的态度，这个就是很大的事情双11对全球电商来说都是一个最巨大的节日西方来说什么圣诞节、感恩节，而且他们的规模都就是你要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去拼出那营业额，都是比不过双11的。因为淘宝天猫晚会双11跟那个湖南卫视合作，官方媒体从2014开始办到现在，那个威能有多强我念一下2020的巅峰时刻同时有4场双11晚会在不同的省份举办然后合作的承办电视台分别是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北京卫视，这些都是中国很有分量的官媒所以如果真的停办双11晚会的话，风向球就出来了。那现在有商家出来讲他们不想玩了，因为双11的买气并没有过往高，活动都拖很长，对店家来说是很大的压力，真的是很大。我讲个八卦，就是那个双11，大家也知道双11，所以你10月份几乎没业绩，你知道，大家是等到双11线下购物车，然后等到双11再下单，就都会变成这样。然后双11的那个退货率之恐怖就变成一个乱七八糟的狂欢就对了而且会赚不到钱。具体是怎样的压力，他讲的蛮清楚的，就营业额不足过往的1/4，营运成本更高，越办越亏。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的就我看的时候也是吓一跳。日本过年不是有那个红白歌唱大对抗，怎么突然宣布停办？双11在电商界就是这种等级的分量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不过想了一下也蛮合理的，我未看先猜，应该是很多的直播电商都不敢玩了。你看小杨哥塌房，现在看起来是真的是救不回来，也没什么好救的，就是这我讲八卦的时候我再讲其他的直播主自然开始低调做人嘛，就学做人这样。那可能只有辛巴还敢继续嚣张，然后最近也出事。那来这个标题我念一下：调制乳粉能治鼻炎，辛巴带货在线争议漩涡，被指虚假宣传，被打假。牵扯医疗行为这么敏感的时候，结果他辛巴他刚刚成为英雄，现在又被人家说牵扯医疗行为，有没的，这是
不知道怎么讲哦，就直播界哦，这个乱象开始被整顿了。第二个新闻 ，Temu 是伪装成电商的中国间谍软体，夸张哦。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华府智库发布报告，指出 Temu 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与 TikTok 一样，可能威胁国家安全。报告认为 Temu 是伪装成电商网站的间谍软体，会获取过多的存取权限，监控用户行为且难以移除。简单讲这个新闻这个华府智库是谁？我们先讲一下，它不是那个什么根据英国研究那种不晓得哪来的神奇的研究单位。华府智库全名叫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是在华盛顿的智库单位，专门在研究国际问题的。那它的研究成果都是总统都必须要参考的重要的等级的文件，然后他现在跑出来说 Temu 安全疑虑，这就不会是空口说白话，人家手上一定是都有证据才会这样讲。这就让我们之前想到就之前被打的不要的 TikTok 嘛，美国就要求他出售给美国，或是你给我滚出去退出美国市场，现在还在打官司啊，但是他们已经有表示不可能出售了你看，来我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这个报道标题，叫做字节跳动称其不可能出售 TikTok， 因为这需要中国政府的许可，而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将拒绝批准。对，你的都是党的如果你可以100%控股的话，合理的选择就是卖掉。你看这个谁会买？买家超级之多呢，对吧？你不要说别人Meta 的 Mark Zuckerberg， 他不管花多少钱都把它买下来因为他的那个 Meta 帝国被 TikTok 严重威胁嘛。你信不信？那回到这个题目你觉得他是不是也是党的？当然是啊。那个黄峥就党员呢，那党会不会要求他安装一些后门软体或怎么样反正那个华府智库都在讲了，我们也不用阴谋论，这就被公开都台面上来谈了。来，第三个新闻嘉宁路邪教，异色档案揭真相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是你有看 YouTube， 你应该都有滑到什么说邪教什么有没的这样。有一个叫重量级的频道，群众的重量级的嘉宁那分手后开了一个新的频道叫蜜月期，被质疑说是不是被邪教控制，人看起来怪怪的那现在这个异色档案，这也是一个 YouTube 频道，蛮好看的会讲一些什么玄学灵异然后一些那个历史事实的真相那出来帮忙澄清说，他手上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嘉宁的确有加入一个心理成长的课程，是哪个我就不念了。但是这是个心理成长团体，它不是邪教，邪教也不会说自己是邪教虽然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的，但我之前没有拿出来讲，是因为当时的风向很乱，每个人讲的好像跟真的一样。有人说就是邪教，有人说那不是，那是心理成长，心理成长现在很多然后有人说那心理成长老师他们心理师执照有的没的在吵架。那现在证实了，他参加的不是邪教，就是一个心灵成长课程那我们就可以来聊一下，说为什么那么多网红或 KOL 会跑去上这类课程，而且都很贵都什么好几万3万4万5万，我们7、8万的通通都有，然后会组织大家一起哭一起宣泄情绪或什么。我还有录音档，我要是在现场，我应该会笑场，然后就会被他赶出去。对，好，那反正他们自己的拍片会讲我的看法是就你看我频道做这么久了还不怎么样。如果我今天是靠这个频道赚钱我早就饿死了但为什么我可以继续做下去？我不靠这个吃饭这是喜爱这是副业但是那些网红什么的他们很大程度上都是靠频道吃饭的演算法这么捉摸不定，他每次上片都上得胆战心惊，什么都没做，流量爆了，做了一堆事，流量超差那每次上片都被搞一次心态，长久以后，只要是个人精神状况都很容易出问题。那去上这个课程，获得心理上的支持就很正常。这个又可以呼应我之前看的一个纪录片大陆的，反正他就是去采访那个老板嘛，身家过亿，然后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他会这么信这个风水？老板就说，其实他也知道那个风水大师大概是唬他的，但是他因为不知道现在能怎么办，像是说为什么他可以做到现在这个规模，到底是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未来还能不能持续，这些问题他都不知道。那他今天找了这个风水师来帮他改磁场、办公室风水有的没的，他觉得自己有付出一点努力，晚上就可以睡个好觉，情绪价值，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老板不知道风水是在骗，人家可以这样白手起家，这绝对都是狠人就被风水老师骗了团团转，怎么可能
知道啊，但没关系，这就是买一个心理安慰哦，换一夜好眠。你说这个风水师跟他说个50万、100万人民币来说，这对老板来讲便宜啊。好，因为假设他因为睡不好，一个恍神做错了决策，直接好几千万喷掉，这个50、100的很便宜啊，就买个安慰剂嘛，都一样。同理，这些网红去上心理成长课程，也是在购买这种效果，让自己能够睡得一场好觉，这样，然后做出更多的影片。所以你说那个3万5万会不会很贵？我看那些网红的收入叫做还蛮便宜的安慰剂，一直以业配的钱收入就超过了。那也希望嘉宁可以好好的调整自己，分享更多有趣的事情给大家。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10月28号到11月3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淘宝天猫双11晚会停办。第二，Temu是伪装成电商的中国间谍软体。第三，嘉宁路邪教异色档案揭真相。讲八卦讲电商主题的八卦，就是巨大的平台流量的支持这件事情巨大的平台流量的支持，这其实都可以做一整集完整分析的节目，但我讲八卦我就讲一讲，我没有那个力气去弄。好，先说结论流量是平台的，不是你的；流量是平台的，不是你的。我们之前看那个小杨哥塌房，外遇什么有没的默默怎样有没的。好，小杨哥塌房就塌房，还被勒令停业最近又复出那边鬼吼鬼叫，又叫又跳的。好，但是他的直播间人数就下滑了非常多。请问谁上位了？广东夫妇不知道嘛？其实蛮好看，因为形象很好，然后一对夫妻就这样那你看他们平台流量的操盘，抖音的操盘是长什么样子？就是流量是谁的？抖音的。然后我很早前就有读过很多那个分析跟新闻，就是说你 YouTube 也好啦，那个 Meta 也好啦 ，TikTok 也好，他们都怎样？他们现在都喜欢去改变策略。这个要怎么描述？这不好描述，我讲给你听就是说，像 YouTube 早期它因为需要吸引很多人来 YouTube 来拍影片创作，拍影片创作是一个很门槛高的事情嘛，你有做过你就知道。所以他讲他需要明星就老高与小莫，对不对？好，那就会获得流量扶持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 ？YouTube 的一堆明星，我们早期的网红我们都很多嘛，蔡阿嘎。然后什么那一代的 YouTuber 这群人等等的，就会发生一个事情，你之前也都看过，就是这些创作者怎样联合起来抵制这些平台方，然后说什么演算法不公，说什么有的没，说什么鼓励怎样，我要讲一堆。好，你站在 YouTube 的立场，你会觉得很瞎，就干，我是给你流量，我把你扶持起来的，结果你现在返回来咬我一口。所以说 TikTok 不会再犯这种错误。TikTok 会怎么样 ？TikTok 会把海量的流量分散给各个小网红，然后这些小网红都长不大，它不会有一个巨大重量级的明星出来碾压那之类的，不会再有了，真的不会再有了。我是平台方，我也会做这个考量。所以你看那个经营 TikTok 的人，很多都在讲说，他的那个追踪数也不高，大概就几千人，可是他就会有那个一支 TikTok 的短片，然后怎样，他就破100万观看。就是对不起来，你知道怎么破100万的？然后你现在的订阅也才可能500多人，就有一个几十万观看，然后久之后又没有了，又不见了，然后又有一个就是这样子平台去做流量倾斜然后倾斜给谁？小网红，他不想再造就巨大的明星了，而是透过这个方式就让你几十万一次，然后你经营个3-4个月又一次，你就觉得你这样红就被吊住了，你就不会离开这个平台了，对吗？你这样子，我把流量倾斜给你，然后其他的小网红都没有机会，然后你长大了，你还联合大家来抵制一起咬我说什么要做出什么改变，不然的话就要怎样分散流量给小网红，是不是都 OK？ 反而对平台来说才是个长久之计。现在很明显就是这样，所以 YouTube 你要再做出什么超巨大的流量，应该做不到，除非它变成一场社会运动比方说一日市长、一日幕僚这种东西是社会运动等级那才会出现过500-600万次观看，否则现在就是来个雨露均沾可是大家身上都不滋润，这只是一点点水珠潮湿而已就是这样多一点人来吃大家少吃一点就可以多一点来吃，然后不会再有一个人拿走全部几乎90%的食物了现在是大家吃一小口，这也是很多频道经营者现在很困惑的地方。
认为演算法这个迷就迷在这里，因为平台的政策上它当然对外都会跟你讲说啊，你频道标题要有趣啊，你怎样怎样又怎样啊，但是多的是知道数以10万计的影片，多的是完美照做，根本就不出成绩。好，完美照做不出成绩或是流量到一定阶段突然会被拔掉，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能够再扶持出超级巨大的家伙的来反咬我一口就人家讲白眼狼。那现在最合理的策略就是我让人好像都有机会，他做个 YouTuber 他也不红但是他就做，突然有一支影片做了5-6个月，有一支影片20几万次观看，我跟你讲他信心都来了，他会继续做，即使后续播放量又回到了3-4千，他也会继续做就是这样，这对平台来说才是最有利的局面。嘿啊，好，小杨哥塌房就塌房。那个抖音捏在手上的流量多的是可以再造出10个小杨哥。小杨哥他塌房是可惜的，因为他算网红里头能够撬动头部资源，就是指他是民族企业家，他可以组织中国供应链然后做国货出海。那你其他的网红那个人设看起来怪怪的，就好像土人啊或者是什么啊，是可惜的。但那个抖音应该是没在怕的，为什么？因为没差啊，我就在扶持下一个上来就好。然后最近获得流量倾斜的是谁？广东夫妇跟什么听权健保这个也是很有趣的节目制作成本之低啊。可是听权健保又宣布停播听权健保你有兴趣你去看一看就它被人家设计了。很多啦，很有趣，就是流量是平台的，流量不是你的，它不会再造就一个怪物出来为难自己，说如果你 YouTube 不怎样，我就要怎样，我就要联合观众怎样。那大家都小小的废废的，但人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你不觉得这个才是管理的艺术吗？对不对？嘿，都说经营公司那个钱要给够，好，你看 OpenAI。给的钱多不多？超恐怖的多。以换算成年薪来说，那个在台币应该都过3000，1000万以上，3000万以上，还不是离职离成这样？这说明了什么？钱还好，管理的价值会大于钱。他现在的管理就是让大家都这样嗷嗷待哺，人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反而很好管理不要说造就一个超巨大的明星，然后那个明星那边耍大牌，在那边怎样回来反咬经纪公司，这种事情我们看很多这就是接下来流量经营方针。换句话说，在这种算法的框架下，我们怎么做会比较好呢？如果你要做 YouTube 或 TikTok 的话，我所思考出来的策略叫做持续发片，没了，就这样持续发片。你等有一天那个流量倾斜给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做什么你都不知道。我看我另一支那个频道的影片，我也有过20万观看的，对吧？那一集我根本就在乱讲，你说就是因为乱讲的口吻什么。然后打中胃口，选题怎么样都是屁，因为我们做了各种尝试，我真的都在乱讲，而且我每一集都在乱讲就是有人会中，有人会没，这个就是获得流量倾斜，流量一倾斜就飞了流量没倾斜就躺在那边会怎样？平常心就很合理，就给它放着然后做什么事情持续发片，我们图的不是总有一天，我们图的是好，那我就稳定的变大持续发片，稳定变大。你从那个刚开始拍片就像我现在这个电商频道一样都是很业内才会点开来看，我觉得没差那就这样，然后开始到你发的影片都有500-6001-2千2-3千这样子3年5年过去了就过去了，就这样就这样子去做，那中间就会被你捞到一只你根本不晓得你在干嘛，你做的事情都很固定，然后突然就来个80万次观看90万次观看，很莫名其妙的情况，这就是演算法的雨露均沾。你只要想通这一点，那你要做的事情就很明白了嘛，持续发片去增加这个几率，就这样子而已。那些网红上心灵课程，我跟你讲他们压力很大，因为我去参加人家的录影很恐怖呢，也不怎么红的节目养6个人1个月薪水你看开掉多少钱？对啊，所以他们会把那个播放量数字看得很重，这很合理，这真的很合理。但这个演算法框架以下又能出什么成绩？好了 ，anyway， 闲聊那么多了那个平台是流量的，流量就想要雨露均沾他不想要再造就超级明星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做的解法就是持续发片持续发片，去增加自己被
翻牌子的几率哦。那大概就是这样跟你分享。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虚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哦，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啊，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哦，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啊，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好，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